要说今年旗舰机的发布啊，似乎比去年要早很多啊。然而都只是发了一个大杯，有什么的超大杯啊，到现在都是在观望着其他品牌如何出招，是吧？然而近期呢，努比亚带来了他们的超大杯，算是拉开了24年超大杯发布的序幕。那我相信关注努比亚的新品用户啊，对于今年这款 Z60 Ultra 的期待值啊非常高。那这期视频呢，没废话，就把你们想知道的详细的都和你们聊聊。外观一直都是大家对一款产品好感度的这个关键啊。那 Z60 Ultra 的外观嘛，算是上一代的延续啊，方方正正的。相比今年大部分那种圆润啊，努比亚 Z60 Ultra 反而更显眼一些啊。你就说啊，你多久没有见过正面一块完整屏幕的手机产品了？正面采用了全新一代柔性 UDC 全面屏啊，6.8英寸大小的 OLED 屏幕，来自京东方的Q9加发光材料，2480×1116分辨率啊，那支持了120赫兹刷新率以及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并且在游戏中呢也支持了1200赫兹的瞬时触控采用率。在前面摄像头这个区域呢，采用了 UDC Ultra 独立屏显示芯片，也就是说啊，这一小块屏幕呢是独立进行显示控制的，所以啊，我们无论是游戏还是观看视频啊，这个小区域啊不会影响我们的操控以及显示观看的体验。那虽然我们看这个机身啊是方方正正的，但是在4个边角的地方呢做了一个小的R角处理啊，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裸机手掌上面的体验不会有拉手的感觉。从屏幕到边框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小小的处理啊，所以边缘的位置啊还是有细节在的啊。那航天级的这种金属中框带来了坚固的手机机身，同时呢也保证了机身内部的散热。那侧边除了音量电源键之外呢，依然保留了一个实体的快捷键。不过这次我拿到的版本啊，可是这次最好看的星空典藏版。你们看啊，就是梵高的星月夜啊，整个机身采用了这种主题的夜空的蓝色，并且延续到机身的背面，将星月夜的情绪表达和经典色彩与玻璃后盖进行结合，将画呢通过透镜纳米纹理以及6层光学工艺带来了那种3D 夜空的美感。包括手机壳也是采用了同样的画案，带来了视觉上的一致。反正啊，拿着很特别。如果是梵高的粉丝，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啊，应该不会被错过。这次机身背面设计呢，摄像头这个区域啊，就显得有一些夸张，也算是体现了 Ultra 超大杯的实力啊。那这一次大升级就是影像了，3颗镜头，没有1颗是凑数。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镜头矩阵啊，其实我也有点不理解啊。你看，就是有点开是吧？那后来一问才知道啊。是3颗镜组啊，都支持了 OS 光学防抖，为了保证互不影响，所以才进行了这样的布局啊。那主摄呢，一颗35毫米焦段的人文镜头，5000万像素，1.49分之一英寸的底，并且有 f1.59的大光圈。那广角呢是一颗18毫米焦段的镜头，不过这次努比亚采用了7P 非球面的镜头啊，那1.55分之一英寸的底，f1.8的大光圈，并且呢广角不会有畸变，以及带来了努比亚的独家大底光学防抖超广星空主摄啊。那第3颗镜头啊，一颗6400万像素啊，2分之一英寸的底。打开相机界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相机上面有一个色彩模式啊，一个自然，一个艳丽。其实啊，就是带来了2种色调啊。我也在同场景拍了2张图片，大家可以看看区别。色调这种东西啊，完全取决拍摄人的心情的啊。而且35毫米焦段的优点啊，就是所看即所得。那这种感觉呢，对于经常摄影的朋友来说呢，还是非常有用的。除此之外呢，努比亚 Z60 Ultra 的18毫米焦段的广角呢，不会有畸变啊。我拍了2张，放大给大家看看变焦是否有畸变啊，确实啊还不错。那长焦部分呢，我也拍了几张啊，做一个放大，大家可以看看样张的解析力如何。我感觉色彩还是解析啊都不错啊。视频录制方面呢，努比亚 Z60 Ultra 带来了一个预录制啊，可以在录制前就自动开启录制，这样的话呢，可以保留更多的精彩瞬间啊，并且录制视频时啊，3颗摄像头啊均支持了4K 60帧的视频防抖录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防抖的测试。我现在测试的是努比亚 Z60 Ultra 的广角的视频拍摄的防抖啊。我现在开启的是这个标准防抖，然后我现在在步行街进行这个走动的测试，你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画面的抖动情况。好，我现在测试的是主摄的这个
标准防抖的测试啊，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也是在走动啊，在步行街走动啊，这个地上有点冰，我这个走的稍微慢了一点。我现在测试的是长焦的防抖的体验，然后我现在在步行街走动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抖动的情况啊，并且我这个稍微换一换它的这个画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并且啊，也支持了3主摄的4K 120帧的视频啊，我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拍摄。那因为整个视频啊没有那么高的帧率啊，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留言，我可以将去声的原视频网盘放在评论区。时间来到了夜晚啊，我依然来到步行街进行拍摄，大家看看努比亚 Z06 Ultra 的夜景表现。那同时呢，走到了一个明暗较大的地方，大家可以看看主摄和长焦拍摄的样张。可以看到啊，无论是主摄还是长焦啊，这样的场景啊，也能捕捉到比较干净的画面。对于游戏手机品牌同出师门的努比亚 Z60 Ultra， 性能方面啊，搭载了骁龙8 Gen 3处理器啊，UFS 4.0加 LPDDR5X 内存组合啊，还是要看看游戏表现了，是吧？王者荣耀呢支持了120帧，一局游戏呢平均帧率为120.7帧。合肥精英呢目前支持了60帧啊，一局游戏平均帧率为60.4帧。来看原神啊，那这个中间掉下来的地方呢是换地图啊，所以帧率啊有所下降。除此之外，你们可以看到啊，整个游戏跑起来真的是一条直线，是吧？30分钟游戏平均帧率为59.1帧，而且来看功耗啊，也就是2.8瓦啊。所以整个的游戏表现还是非常稳的，而且游戏中呢也是支持了充电分离的功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电源直接给手机供电，而且啊绕过电池啊。当然，友商红魔也是有了同样的功能啊。而且我发现啊，努比亚 Z60 Ultra 不仅支持了在游戏中支持了这个充电分离，那这一次更新呢，支持了这个全局充电分离啊，而且啊还能设置一个这个电量值。那很多人长时间使用充电器插在手机上造成发热呢，这样功能呢其实就能很好的带来解决。那对于这样的一款 Ultra 呢，我觉得快充和电池的续航也应该更好一些，是吧？那 Z60 Ultra 呢内置了6000毫安时电池啊，你看这电量是不是约等于一个小的充电宝了啊？所以啊，赶紧测了一下它的续航表现。那实测看视频1小时啊，耗电5%。游戏30分钟耗电8%，看短视频30分钟耗电3%，看微博30分钟耗电4%，看电商平台30分钟耗电5%啊。经过3小时的续航测试，最后剩余电量75%。哎，真没想到这一次6000毫安时大电池啊，确实挺能扛的啊。这么一看啊，中度使用上2天啊，都应该问题不大了啊。那手机啊也随机附送了80瓦的充电器啊。实测啊，从2%开始充电啊，46分钟充至满电。那其实啊，提到努比亚手机啊，很多人第一印象啊就是系统还不如谁谁谁，是吧？啊，那说实话，这2年啊，每次拿到新款努比亚手机啊，我都感觉到努比亚的系统啊，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首先呢，整体的动画有了很流畅的样子啊，但是目前还是没有打断动画。不过啊，图标支持了多种形状的设置啊，并且啊，桌面的模式也支持了像友商一样的布局啊。那浏览器呢，虽然主页和其他厂商一样啊，有一些信息流，但是还好啊，无论是开屏还是下载这些地方没有广告推送了啊。而且可以自定义主页，那支持了小窗口的打开，可以从侧边直接滑出来，那操作起来呢不繁杂，而且呢也能支持了调整小窗口大小和最小化。那副一屏呢也有快捷信息提示以及常用功能的快捷启动。当然啊，这个副一屏呢也可以通过设置啊直接关闭。那而且呢，像自带的这些应用内啊，我竟然没有发现那种明显的广告啊，这一点还是要给这种坚持啊一种肯定的。前面讲过，侧边有一个快捷键啊，那默认呢打开是人文街拍相机，那支持了游戏空间、手电筒、录音机以及声音模式切换几项快捷功能的选择啊。那我还是更习惯用它来切换声音模式啊，在不方便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切换。而且啊，Z60 Ultra 支持了 IP68 的防尘抗水啊，这应该也是努比亚首款支持防尘抗水的手机了，也是终于补齐了之前的遗憾了啊。那包括像红外呀、NFC 啊，这些依然保留。总结一下，这一次努比亚 Z60 Ultra 算是把之前所有大家期待的配置都补齐了。
比如 IP68是吧？6000好像是大电池是吧？而且之前好评度较高的 UDC 屏下摄像头的屏幕，这一次也是保留了。同时影像依然没有凑数而且在设计方面呢，依然有了一些延续这其实也算是将自己的风格慢慢的得以被更多人看到那我相信努比亚 Z60 Ultra 从设计到配置再到整个产品力也说明努比亚产品团队也在听到用户的声音，在下一款产品上尽量满足大家对新品的要求和期待。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不过这样的产品也会变成那种喜欢就非常喜欢，因为它的 UDC 屏幕因为它的方方正正，所以这次新品应该会让很多关注努比亚的用户来说是一种很诚意的产品了，是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我是大龙，我们在下视频见，拜拜。